嘿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讲怎么长寿。一般来说，一个35岁的小伙伴在接下来的10年里只有 1.5% 的几率挂掉，可是同样的家伙，等到他满75岁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就有 45% 的几率在85岁前玩完。看起来老年对我们的身体可是个大威胁，但是别怕，看好的一点是，我们在揭开控制老化和晚年病的奥秘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进展。有些东西被戏称为老化的标志，牵涉到我们身体里各种密不可分的生物过程，比如我们身体里的干细胞状况和细胞之间的交流。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这些玩意都运作得很溜，但等到他们开始罢工，问题就来了。现在科学家正在搞临床试验，看看通过处理这些老化的标志能不能改善一些问题，比如糖尿病、肾病、免疫系统的运作和那些和年龄有关的肺部问题。目前为止，一切都还挺不错，希望科学家们能在这方面给老化来点教训，让我们都能年轻有为地活到老。各位看官，继续节目之前，先订阅支持我的 YouTube 频道。如果你有其他看法，欢迎你的留言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兄弟姐妹们，老化生物学领域不是个轻松的地方。最近，美国老龄化研究联合会可是集结了一帮牛人科学家和医生，商讨了一堆老化学科里悬而未决的大问题。他们可都是些大神级别的人物，可还是有些事儿搞不明白，需要咱们的关注。这群专家们一直在研究怎么评估老化带来的问题以及怎么解决。最近，他们在会上都齐刷刷地表态，认为要了解那些能活过100岁的老家伙的生物学特点可是个大挑战。100岁老人在英国人口中属于稀有物种，不到 0.02% 的比例，但是他们的预期寿命比同龄人高出近50岁。是什么让他们这么牛皮？咱们可知道，这些老顽童之所以能熬到这么大岁数，是因为他们的身体状况非常好，相比一般人，他们的健康状态可多维持了30年左右。等他们最终生病的时候，都是短暂的不能再短了。这种压缩发病率的玩法显然不仅对他们自己有好处，也对整个社会都是利好消息。在美国，100岁老人在生命的最后2年的医疗费用大约是70多岁去世的人的1/3。说白了，这帮老家伙大多数时间都不怎么看医生，生活得潇洒得很。看这帮100岁老人的后代，简直是比平均水平要健康得多。这得归功于他们从老爹老妈那继承过来的宝贵基因。不过，这究竟是天生的还是环境培养的呢？别以为100岁老人的后代就一定是秉承着健康生活的典范。对于普通人群来说，保持适当体重、戒烟、适度摄入酒精，每天吃5份水果蔬菜，可延长预期寿命长达14年。这种改变甚至超过了英国最贫困地区和最富有地区的差异。所以理论上说，在过100岁的高龄中，这套生活方式应该能发挥点作用。但事实却让人吃惊。研究发现，多达 60% 的德系犹太100岁老人大部分时间都是重度吸烟，一半人在某个阶段都算是丰满型，不到一半的人竟然都不怎么运动，连 3% 都不到的人是素食主义者。100岁老人的后代看起来也不是很在意健康生活。然而，或同年龄段的人比较，不管是在食物摄入、财富还是体重方面，他们的心血管疾病患病率竟然只有一半。这群人似乎是生来就有一些特别之处。哎呀，
最大的秘密就像找到被人藏起来的宝藏一样扑朔迷离。难道说这就是遗传学的奇迹吗？要不是100岁老人身上携带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基因变异，要不然就是他们缺乏导致年老体弱和损伤的那些普通基因变异。可研究发现，100岁老人的坏基因变异其实和我们这些普通人差不多多。有些100岁老人甚至身上带着2个最臭名昭著的阿尔茨海默病风险基因 APOE4 的拷贝，结果人家依然健康的不得了。所以合理的猜测是，100岁老人身上携带的是那种罕见但有益的基因变异，而不是缺乏那些不好的基因变异。而且最新数据都支持这一观点，超过60%的100岁老人的基因里发生了变化，这影响了调节生命初期生长的基因。也就是说，这帮奇葩的人类是在其他动物身上都能找到的。比如我们都知道小型犬活得比大型犬长，可你知道吗？这其实是整个动物界的一个普遍现象。小马的寿命比马长，实验室里的被矮了的小老鼠品种比全尺寸的老鼠寿命更长，原因可能是因为一种叫做 IGF-1 的生长激素水平降低了。尽管100岁老人的身高必比我们矮，看来生长激素就像是生命的调味料一样，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是必不可少的。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，等到中老年，高水平的 IGF-1 可能会跟各种晚年疾病搅上关系，这其中的详细机制还没搞清楚。但即使是在100岁老人中，生长激素水平最低的女性比生长激素水平最高的女性活得更久，而且她们还能保持更好的认知和肌肉功能。当然，问题还没完全解决。100岁老人在其他方面也是独一无二的，比如他们胆固醇水平通常都很好，这暗示着他们长寿的原因可能不只有一个。100岁老人就像是大自然里的一场实验，他们告诉我们，哪怕你身上背着一堆基因的坏牌，选择不听健康建议，你也有可能活得健康长寿。前提是你手上握着一些稀奇古怪、鲜为人知的基因变异。通过深入研究这些机理，科学家们或许能在恰当的时机开发新药物或其他介入手段，精准地对准我们身体中的生物过程，就像研究这些100岁奇葩一样，让我们走向更健康、更长寿的人生。在那些牛人搞出来什么高科技之前，我们还要保持一个好心态。有一个牛人说过啊，不能开心的活着，那就开心的挂机吧。哈哈，我说的。订阅、评论，再会。